今天给大家讲一部刚刚上映的文艺惊悚片《马克星》，它由迷人而又危险的米娅·高斯领衔主演。本片是恐怖系列 X 电影的终极篇章，也是迄今为止卡斯阵容最强的一次。虽然里面的 R 级剧情让人心惊肉跳，但看完它绝对可以让你浑身酸爽。故事开始，1979年，美国迎来了新的解放思潮，随即一些导演开始发展色情行业。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怀揣明星梦的马克星成了一名色情片演员。时光匆匆，光阴如梭，转眼间来到了6年后。此时的马克星已经混进了洛杉矶的好莱坞，不过他依然还干着色情片的老本行，而且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艳星。为了转型完成自己的明星梦，于是他报名了好莱坞大片清教徒的选角。虽然面试官并不喜欢他的艳星身份，但还是让其即兴发挥了一段表演。只是1秒的功夫，马克星的表情突然变得无比悲伤，然后潸然泪下讲了一段台词。从肢体动作和言语表达来看，不得不说他的表演非常到位。如此演技让面试官没有犹豫，当即拍板决定录用马克星。待到走出试镜大厅，马克星像是被打了鸡血一样非常兴奋。在这个年代，一旦踏入好莱坞的核心圈子，那么身价的上升就会如同坐了火箭。然而马克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已被人牢牢监控。当天晚上，马克星给自己的经纪人打了一个电话，并告诉他已经通过了面试。经纪人听后十分欣慰，当即承诺以后会大力辅助他的成长。随后马克星惯例来到红灯区赚取外快，他一直都在用这种方式养活自己，毕竟现在的色情片酬已经低得可怜。之后他和同行的朋友一起下班，当得知马克星已经接到了正经电影，朋友不禁为他感到高兴。不过相比跨界走出去挣得更多，朋友却认为去好莱坞的山顶别墅来钱更快。马克星知道接下来的星途之路不好走，但他已经下定决心去实现明星梦。告别朋友，马克星朝着停车场的方向走去，而路过的新闻里正播报着一则快讯。最近在洛杉矶出现了一个连环杀手，他专挑走夜路的年轻女孩，警方初步判定这可能与邪教有关，并提醒民众不要轻易夜间走路。马克星听后对此毫不在意，狂野的性格让他早已不惧任何东西。没多久，身后果真出现了一个男人，看样子和新闻里描述的一模一样。有些紧张的马克星赶紧加快步伐，不曾想镜头的铁门却被锁住了。只见男人突然掏出一把弹簧刀，嘴里念叨着污秽不堪的话语。这时有一辆巡逻警车路过，但奇怪的是马克星并没有呼喊 Drop it, Buster。 面对黑漆漆的枪口，男人只好求饶。显然他并不是新闻里所说的杀手，至少在气势上完全是两个概念。马克星让对方脱掉所有衣物，然后跪在地上吮吸他的手枪。平时的马克星很痛恨做这样的动作，但在此刻他却有种说不出的快感。随后男人又被命令趴在地上，马克星要对他做最后的惩罚。 I crushed her fucking head。 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冲上云霄，男人分秒间变成了一个美国太监。回到家中，马克星抱着自己的男闺蜜睡得很香，丝毫没有把晚上的事情放在心上。然而没过多久，有人敲响了房门，但开门后却静悄悄的没有人影。看到地上放着一个神秘信封，马克星疑惑的急忙拆开查看，而信封里竟然是一盘录像带，随即将其放进录像机读取影像。可里面的内容却震惊了马克星。原来早在6年前，马克星跟随剧组来到了一个农场，他们本想在这里拍摄剧情电影，岂不料却激怒了农场的女主人。随后女主人悄悄杀掉了所有人，但唯独没有干掉幸运的马克星。为了能够逃离可怕的农场，马克星不得不奋起反抗，杀死了对方。直到警方最后赶到现场，却也只看到了遍地的尸体，以及一盘由马克星主演的色情录像。如今有人把这盘录像送了过来，其目的自然是赤裸裸的威胁。一旦有人举报马克星和当年的凶案有关，那么他必然难逃法律的制裁。这时男闺蜜醒了过来，马克星慌忙装出什么事都没发生，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秘密，特别是现在自己正要转型的时候。同一时刻，在外面停着的一辆轿车里，一个神秘的黑衣人正死死地盯着前方。次日清晨，第一天报道的马克星被叫到了道具室，剧组要用石膏给他制作一个模具，因为身体被涂抹后要冷却10分钟，于是道具师有事先离开了房间。本来这种塑形的过程并没有什么，但却让马克星有了一种窒息的感觉，甚至还想起了当年农场发生的惨案。不知不觉中，曾经的恐惧涌上心头，直接吓得马克星摔在了地上。所幸道具师正巧回来，这才将他从噩梦中拉回了现实。待到塑形的任务完成，工作人员递上了剧本和拍摄时间，临走时还不忘来一句我喜欢你的作品。马克星对此习以为常，也从未觉得脸上尴尬。谁让自己是一名家喻户晓的艳星呢？而当马克星发动车子准备离开时，却看到挡风玻璃上塞了一张纸条，上面罗列了6年前被害的所有人，但唯独只有马克星逃离了农场。意识到有人正在监视自己，马克星当即拨通了纸上预留的号码。电话的另一头是一个嚣张的男人，他威胁马克星如果不想有牢狱之灾，那么必须在1小时后和他见面。依据对方提供的地址，马克星很快来到了一所高档酒店。一见面，男人便对马克星侃侃而谈，言语里尽是一些污秽和讽刺。马克星懒得回应他的无聊，
开门见山询问对方想要干什么。男人自称是一名受雇于人的私家侦探，表示知道马克辛曾参与了当年的大屠杀，如果想要将此事永远深埋，那么接下来的他必须服从命令。说完便递上了一张邀请函，目的地是好莱坞山顶别墅的一个派对。马克辛听后不想任他摆布，对方则威胁如果不听指挥，那么雇主就会阻止他的星途大道。郁闷地回到家中，马克辛被2名探员堵住了去路，他们声称昨晚的连环杀手又作案了，而死者正是马克辛的2个女同事，因此他们过来是想询问一些线索。本就厌烦的马克辛根本没有心情，他甩下一句无可奉告便回了公寓。现在的马克辛只想搞清楚幕后的人是谁，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面临牢狱之灾，而且还会影响他接下来的演艺生涯。随即来到经纪人所在的办公楼，马克辛如实交代了当年的情况。经纪人听完丝毫不慌，他安慰马克辛正常去剧组上班，至于出现的潜在威胁，他会找人摆平。吃了定心丸的马克辛再次回到剧组，而这里却多了一些安保巡逻。原来当地的保守派在反对清教徒拍摄，他们认为导演是在宣扬恶魔的力量。随即一个名叫伊丽莎白的女人走了过来，她是清教徒的主要导演，也是选定马克辛出演的关键人物。在巡游剧组的拍摄场地时，伊丽莎白讲了一段令人振奋的心灵鸡汤，最后又提醒马克辛一定要把握好机会。谈话间，2人来到了恐怖片《惊魂记》的拍摄地，这里有一栋无数大片使用过的小木屋，可在马克辛看来却有些似曾相识。小木屋的样子特别像当年的农场，恍惚间还看到了农场的女主人。直到伊丽莎白过来喊他，马克辛这才放梦初醒，缓过神来。离开剧组回家的途中，马克辛发现有人正在跟踪自己，而此人正是之前碰过面的那名侦探。此时的马克辛已经有恃无恐，他下车将钥匙紧紧握在手心，然后大踏步地走了上去。当天晚上，马克辛钻进被窝开始背诵台词，可他怎么也没想到，有几句台词竟然在暗示着谋杀。讲到这里，提醒大家看视频时也要保护好眼睛，要是视频看多了，不妨试试左下角汽水音乐里的听抖音功能，支持锁屏播放自动连播，无论是听剧还是听解说都超方便。摸鱼上班2不误，还能让眼睛好好休息放松，赶紧去体验一番吧。同一时刻，楼下的男闺蜜正要关门，却猛然感受到了冰冷的利刃。正如马克辛的台词一样，恶魔将会一点点地吞噬所有，直至将你也吸入腹中。第二天一大早，楼下站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待到马克辛跑下来查看，才赫然发现受害人竟然是男闺蜜。马克辛见状急忙冲了上去，但却被人及时拦了下来。为了抓到凶手，探员将马克辛叫到了警局，他们解释说这次的死法和上次一样，因此可以判定凶手是同一个人。鉴于3名受害者都和马克辛是朋友，所以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关联。听完叙述的马克辛担心自己的秘密被识破，于是再次拒绝了配合调查。不死心的女探员急忙追了出去，她恳请马克辛提供线索。Want to seize this sick freak behind bars, hand to God.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You're supposed to help me save the next girl's life. Please, Maxine. Maybe she should save herself. I did. 回到剧组的拍摄场地，马克辛因为早上的事迟到了。此时导演的脸色十分难看，他警告马克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然就将他永久踢出团队。拍摄结束后，剧组的女演员丽兹提醒马克辛一定要听从并执行导演的要求，这样才能接到数不胜数的片约。作为小白的马克辛听后十分受用，心里的紧张也缓和了不少。话锋一转，丽兹说今晚他还有一个派对，说是要到好莱坞的山顶别墅参加。听到这里的马克辛心中猛然一惊，因为威胁他的人也邀请过这个地方，难道这个地方藏有什么秘密吗？告别丽兹，马克辛的心情有些复杂。这时前方突然出现了侦探的身影，看来他并不打算就此放弃，还大胆地露出了携带的武器。马克辛见状赶紧逃跑，他可不想在这里惹是生非。为了摆脱狗皮膏药般的侦探，当晚的马克辛来到了一间酒吧，他扭动身体吸引目光，果然让尾随的侦探上钩了，紧接着将其引到酒吧的后门。马克辛要在这里进行绝地反击，而就当侦探以为胜券在握时，头上却结实地挨了一个闷棍。片刻之后，醒来的侦探发现自己被锁在了车里，头顶则是即将压下的机器。刚开始的男人还在叫嚣，可随着机器的一点点压缩，侦探的画风瞬间变成了求饶，然而无情的机器还是将其压成了肉饼。做完这一切后，经纪人让马克辛大胆自信地去闯荡，他将会不惜一切代价扫清障碍。虽然得到了经纪人的保证，但回去后的马克辛依旧心神不宁。新闻中再次播报了最新凶杀案，连环杀手又一次杀害了一个女孩。想到自己遇害的2个女性朋友，以及刚刚在剧组认识的女孩丽兹，马克辛忽然意识到山顶别墅可能就是窝点，也就是说所谓的杀手就藏在那里。在思想挣扎了许久，马克辛决定潜入山顶别墅看看，他想救下刚刚认识的女孩丽兹。几小时后，马克辛出现在了好莱坞的山脚下，
殊不知他的举动也引起了探员的注意。原来因为接连死的都是马克辛的朋友，因此探员怀疑凶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不知情的马克辛启动了上山的吊索，片刻后便来到了传说中的山顶别墅。诡异的是，这里静悄悄的，没有人影。按理说至少得有保安把守。推开有些沉重的大门，别墅内部也依然是静悄悄的。疑惑的马克辛顺着楼梯向上摸索，丝毫没有注意到旁边放着一个皮箱。这时有个房间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而声音竟然是小时候的马克辛。I will not accept a life I do not deserve. That's right, Maxine. Very good. 随着多年未见的父亲映入视线，一切的真相才就此慢慢浮出水面。原来父亲假扮杀手制造混乱，并一步步引导自己来到了这里。究其原因，父亲是一个狂热宗教信徒，他不仅反对色情产业荼毒社会，还非常憎恨清教徒宣扬恶魔的力量。如今自己的女儿两个都占全了，所以他认为马克辛已经被恶魔附体，因此他想制作一个宣传片来警醒世人，而女儿就是他的最后一个镜头。看着眼前狂热到变态的父亲，惊恐又不理解的马克辛只能步步后退。这时脚下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皮箱，紧接着皮箱顺着阶梯滚了下去，而里面丽兹的头颅也被甩了出来。马克辛见状吓得魂飞魄散，但此时的父亲却蒙住了他的脑袋。在极度恐惧的窒息中，无法呼吸的马克辛渐渐地失去了意识。待到马克辛再次睁开眼睛，发现自己竟然被绑在了一棵树上，周围站满了狂热的信徒，父亲则指挥摄影师录制着最后的镜头。马克辛害怕极了，他没想到父亲刚才的话竟然是真的。只见父亲大喊一声咒语，随即准备处死满是罪恶的女儿。危急时刻赶到的2名探员出手了，然后和信徒们展开了一场枪战。趁着双方混战不可开交，马克辛赶紧摸索武器割断了绳子，不过他刚脱险又被拉进了泳池。所幸机警的马克辛手段也狠，他奋力捅死对方才逃了出来。这时大部分的信徒已被击毙，但唯独父亲侥幸逃离了现场。马克辛捡了一把武器没有离开，他尾随2名探员也加入了追捕。没多久前方传来了几声枪响，紧接着身负重伤的男探员出现了，女探员将其交给马克辛照顾，自己又急忙追了上去。此刻的男探员自知命不久矣，他努力摸了摸好莱坞山顶的大 logo， 然后说了一句自己也有明星梦便死了。见此情形的马克辛有些手足无措，可下一秒女探员也负了重伤，她的眼睛被十字架刺中，一个不小心又滚下了山坡，生死未卜。顾不上查看具体情况，马克辛端枪冲了上去。此时的父亲已经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他似笑非笑地望着眼前的女儿。这时头顶突然盘旋了一架直升机，马克辛瞬间在射灯的照耀下显得万丈光芒。父亲说，你终于完成了梦想，今夜之后的你必将成为好莱坞之星。刹那之间，马克辛这才明白了老父亲的良苦用心。原来的原来，变态的父亲一面完成了自己的宗教目的，又巧妙为女儿铺设了一条星光大道。伴随着马克辛扣动扳机，他的命运齿轮才开始了运转。次日，马克辛因抓获杀人魔而轰动了整个洛杉矶，他的名字也迅速占据了各个报刊的头条。紧接着，好莱坞大片清教徒登上了热搜，马克辛也彻底在影视界站稳了脚跟。Is there anything you want to tell the people at home watching you tonight? Any words of encouragement for young girls trying to make it big in Hollywood? Never give up. It's hard work. You gotta be willing to do whatever it takes. There's a phrase my daddy always used.